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登录微信搜索"爱情保卫战"官微视频号，添加关注。每晚的8点到10点呢，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，为您的情感困惑来答疑解惑，同时还有机会连麦互动。好，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5位聊一谈的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红。当爱情出现问题的时候，需要的不是眼泪，而是智慧。大家好，我是曹鹤阳。情感生活遇烦恼，打开电视看爱宝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品红。爱情没有秘籍，只有用真心换真意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在婚姻和家庭当中，你放在核心的是对方还是自己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新唐米娜。愿大家相爱容易，相处不难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嘉宾遇到了怎样的困惑，请开门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袁先生36岁，来自河北，个体；徐女士36岁，来自河北，新媒体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在感情中，他是个怎样的人？他总是想控制我的生活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他天天除了孩子就是工作，反正心里边没有我。如果他不能改，我们就没有未来了。肯定是结婚的，不结婚谈什么恋爱呀？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会选择他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在赌他是一个对的人。会呀，我是真的爱他，但是必须跟我结婚。这涉及到结婚的问题了哈。谈恋爱谈了多久了？谈了快1年了。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们俩是在通过网络认识的。哦，那相处出现了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我们之前都有过一段婚姻嘛，然后我们2个还都有各自的孩子，都是男孩。然后我的孩子是跟着我，他的孩子呢是他前妻在抚养。我俩现在的问题就是，他总着急结婚，总催我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从上一段婚姻里面走出来。他没有从上一段婚姻走出来，是因为他前夫给他带来一些伤害了，没对他不是怎么好。那你就告诉我，对不对？我好好珍惜你，好好对你不就行了吗？咱先不说上一段婚姻，对吧？咱先说说这一段相处的怎么样？我觉得相处挺好的呀。女生你觉得都挺好的吗？我觉得他跟我前夫有相似之处，因为我前夫之前就总喝酒，我们就闹得特别不愉快。然后他还是这样。他嫌不喝酒，和我喝酒不一样。那你俩喝酒有闹过不愉快吗？那倒是没有。那除过这个事情呢，其他你们俩相处呢？就是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没有仪式感。前段时间不是立秋了嘛，然后大家都能收到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。米娅老师，你收到了吗？没。这位女士，你收到了吗？我也没收到。你咋不送人的奶茶？我们年纪大了，没有就没有，怕三高。老师，你说他这提这要求合理吗？这好几十块钱呢，那玩意儿喝那干啥呀？有用吗？我们没谈恋爱呀，你们不是谈恋爱吗？留下来贴补家用，为以后生活着想不好吗？我给你来碗鸡蛋汤不好吗？又养生又实用。你有听说过人家谁送秋天的第一碗鸡蛋汤吗？哎，这个要懂浪漫吧，也不见得鸡蛋汤就不浪漫，也不见得奶茶一定浪漫。关键它不光是第一杯奶茶没有，就是平时我过生日的话，没有生日蛋糕，生日礼物有吗？有啊，他不太满意，我给他买的生日礼物买一个电棒。啥玩意儿？手电筒啊。对，他不做直播吗？前面面光一直比较暗淡，然后我就买一个手电筒，就是提升他面部光泽嘛，一下直播的画面就好起来了。实用型的哈。对，多少钱呀？好用不贵，钱不太重要吧，关键实用啊。我听听吧，多少钱呀？10好几呢。哎，买得好，买得好，便宜。人家朋友圈就是生日啥的，过节都晒什么香水啊，什么化妆品，什么鲜花呀。我发朋友圈我咋说呀？哎，我说这是我男朋友送我一个电棒，你觉得好看吗？那有啥呀？那朋友圈那东西你就从网上随便找一些图片，喜欢啥你就发啥呗，对不对？那不成骗人了吗？你就说电棒好用不好用吧？电棒好用和生日礼物2回事儿，他不过生日你也应该送他一电棒啊，这和生日没关系啊，生日不应该是送一个稍微有点纪念意义第一个生日吗？这还没有纪念意义吗？一辈子都记得住。哎，行，好吧，我没法替你说话了，姑娘，他噎得我说不出来，你继续吧。然后呢，就是平时带我去吃饭，我不要求说你带我去什么高档餐厅呀，什么烛光晚餐之类的哈。然后你能不能带我吃一些健康的东西？就是他老带我去他们家楼下那个火锅店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家那个食材干净不干净，反正我吃完我就拉肚子了。你说火锅吃完拉肚子，那你肠胃不好呗？那肠胃不好，咱吃点
清淡的，不吃火锅行不？他这意思不嫌便宜吗？嫌便宜，我买过一次海鲜，海鲜呢就是时间长了，就是我去了5个小时，回头他就又跟我生气，说又不愿意了。什么叫去了5个小时？老师，你看你们就不会过日子，不懂生活，你不得等海鲜咽气了再买，便宜吗？那时候也不太影响质量什么的。哦，您就是等在摊前等着那个海鲜咽气，咽气以后下手。对呀、便宜吧？那便宜吗？哎，也挺好，节约哈，节约，我也不好说啥啊，观念不一样，消费啊，仪式感都不一样，这是一个不满。还有啥呀？他给孩子买过一点什么，比如说好一点的礼物呀，或者让孩子开心点的，质量好的有吗？买过奥特曼，就是也是便宜的那种。老师，奥特曼对于孩子来讲那是最好的礼物了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你像你刚才提到的，说我没有给他仪式感。哎，不是我提的，他提的呀。是你刚才重复了呀？对，是，我错了，不应该重复。您说。没事，我原谅你了，老师。就是怎么说呢？没有仪式感，然后我就学着有仪式感呗，我就带他去看电影，看一场爱情片，爆米花、可乐都准备好了。结果呢，带孩子来的，本身我们就聚少离多，不要每次都带孩子，行不行？你给我们点我们相处的空间，行不行？啊，你们俩见面经常带着孩子呀？我经常带着孩子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介意的吧。不管带不带孩子，一个月能见几次面啊？聚少离多的，3、4次吧。为什么这么少啊？你不是就不在一个城市吗？在一个城市有一段距离的。啊，就各自忙没时间见。对，孩子上学了吗？孩子平时上学，但是我俩见面基本上都是下班时间见，孩子放学了嘛，都得带着。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出来，比方说约会也好，或者就是有工作也好啊，咱举个例子，那这个孩子有没有地方送呢？比方说您的父母家呀？没有，没有地儿送。父母身体不好，对，只能我自己带。您是孩子在前妻那儿，对，所以您这不是这个孩子本身不在身边，但是你说2个人要是真的搞对象相处的话，人家孩子就在身边，没地儿送，你能要求他啊？咱们俩搞对象，你得把孩子送走，你找一地儿托管去啊？这也不现实。他带孩子行，你不要每次都带吧。父母身体不健康，他最起码他可以照顾一下孩子啊。那行，我也带我儿子，对吧？让他俩年岁相当，正好在一块玩，他就不乐意了。啊？为啥？因为他儿子比我儿子大，他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欺负我儿子。差多少？他儿子是8岁，我儿子是6岁。哦。然后有一次他俩一起玩的时候，他儿子把我儿子给摔倒了，然后摔在了地上，他也没有说啥。就是认为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的，但你心里不舒服，对，我就心里不舒服了。我就觉得呀，就你认为只是你认为，你知道吗？2个小男孩打打闹闹、皮实点，不都很正常吗？谈得上欺负这个词儿吗？你儿子比他儿子大2岁，那小孩差1岁差挺多呢，是不是个儿也高很多呀？对，高很多。那你说是不是他俩其实力量不对等吧？他不是说2个人玩闹闹的，那你儿子要打他一下，那确实就打倒了。是不是这么个现实情况吗？正常吗？2个小男孩又不是被别人欺负，所以他不是双标啊，他就是这么认为的，说男孩打打闹闹正常啊。然后还有一次，就我儿子在家里面看电视啊，看动画片，然后突然间没网了，我儿子随口就来了一句脏话，就是我就很纳闷，因为我们家从来没有人说脏话，也没有人教他，就刚好这2天我儿子跟他儿子在一块玩来着，那我就认为就是他跟他儿子学的，所以说我不太愿意让2个孩子在一起。那我儿子他也不会骂街呀，对吧？那可能就是我们带孩子出去接触人多了，听别人骂的街说的话，然后学来了，对吧？那以后我们就谁也别带孩子，不正好吗？你也知道我现在的现状，就是我确实是没办法，因为我孩子还小，他离不开我，我只能说约会的时候也把他带在身边，什么事情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，总让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儿。我不喜欢跑步，你就带着我去跑步。那我喜欢游泳，你咋不带我去游泳呢？生命在于运动，跑步是不是很健康？老师们，对吧？游泳的话，我之前学过，老师们，就是我一游泳的话，就矿泉水我都不喝了，就喝饱了啊，就你学不会，对吧？整天窝在家里一动不动的，那一动不动那是啥呀？我什么时候一动不动了呀？我在家里面我没忙我自己的事儿啊，我也没有说刷短剧，对吧？我也没有说玩游戏，我一直在做我自己的事业，我也在做那个短视频，我在剪视频，我也没有玩。但是你却总让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儿。那你喜欢啥呀？你喜欢赚钱，你就跟我来烧烤店不就行了吗？现在我有固定的收入，对吧？你直接来，你直接当老板娘。本身我们就聚少离多，然后经常两地分割，你直接来直接收钱不就行了吗？
对不对？反正你现在剪辑视频，你也不挣钱。我现在是没赚钱，但是我不是刚开始做吗？那做自媒体，他也不是说1天2天能做起来的，对吧？然后啥事儿他不得是一个坚持吗？而且我也不是没去过那个烧烤店，说实话，我真受不了那里的环境，就每天一帮大老爷们在那抽烟喝酒，我本来就有咽炎，我每次从你那儿回来，我就真的难受好几天。还有一个让我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呀？有一次他那儿有一个男顾客，说非得招呼我坐下来喝2杯。就他看见了，他都不去阻止，也没说啥。老师，顾客是上帝，对不对？人大哥来了，也是简单的跟他问候一下，妹子你来了，吃饭了吗？坐下来吃点喝点，要不要？当时我就在旁边呢，人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语言，也没有什么出格的动作，我阻止啥？我阻止。那他个人意愿不想喝，这行不？可以呀，我没有逼他呀。那关键是你今天来一个大哥，我陪着喝2杯，那明天你兄弟来了，我又陪着喝2杯。那我跟谁喝酒都行呗？那你把我当啥呀？对呗，咱不说那么严重，他的意思就是他不想在你这儿工作。就是我觉得他不够圆滑，就是大哥让你喝酒，那行哥我喝，你就把他那桌子上酒给拿下来放咱们吧台不就行了吗？回头这酒钱算他们头上，算他们账上不就行了吗？增加一份收入。那你眼里就只有赚钱呗？那你跟钱去过就行了呗？你找我干啥呀？那你喜欢钱吗？你剪辑视频，你现在不挣钱，你为的就是赚钱，对不对？那你来我这儿不就行了吗？现在我这儿发展前景特别好，然后我们呢用心的经营这家店儿，以后肯定会创造出非常美好的生活吧。女生就是还是想坚持做自己的事儿哈，是听明白了，反正这个事儿上也达不到一致哈，不统一。这个还有什么吗？男生对女生有什么意见？他说了好几个意见啊，反正也很多不满意啊。咱都言论自由，你有啥不满意的？说吧。他跟我结婚的话，我都满意了。你这怎么才能同意和他结婚呀，姑娘？那首先他得把以前的那些就是我不满意的地方都改掉。还有就是，我妹妹快结婚了，我想让她给出5万块钱，她不愿意。你妹妹她又不嫁给我，我出什么5万块钱？我出钱。那你认为我妹妹跟你没关系是吗？你这个做姐夫的，在我妹妹结婚不应该出点钱吗？姐夫，你们结婚了吗？没有啊，还没结婚。跟怎么是姐夫呢？对，你要知道。你是你妈生的，你妹妹也是你妈生的，我是我妈生的，你妹妹跟我她有啥关系？怎么是我妹妹呢？那你就认为我妹妹跟你一点关系没有？不，先别吵，不是一个问题，我问一个问题啊，如果你俩现在已经领了证，结了婚，组成家庭了，他妹妹结婚，他希望你帮忙出5万彩礼，你出吗？嫁妆。老师，你说的很对，非常对。那怎么你妹妹成我妹妹呢？你跟我结婚，然后她就是我妹妹了，这钱我出。哦，你看点在这儿呢，这是有逻辑的。其实我让他出这个钱是有原因的啊，啥原因啊？因为我上个月我用他手机点外卖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充了2000块钱的钻石，结果我一查，我发现他给人家一个女主播刷了2000块钱，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生气。那你给一个陌生的女人，你都能刷礼物都能刷2000，那我妹妹结婚你出点钱怎么了呀？是刷礼物了，我看人姑娘有才艺，看人生活也不容易，我刷一次怎么了呀？你也是做主播的，这难道说给你刷礼物都是犯错吗？那不就一次吗？以后不没有吗？不是，这个大哥，这个你要是做错的事儿哈，或者觉得不太妥的事儿，咱能不那个理直气壮的感觉那个声调那么高？咱是个弱，就你稍微，哎，我就那一次错了啊，亲爱的，你稍微就这样，你错了也是对，你对了也是对，你永远都高八度，我听着我的脑仁都疼了。你反正一切都是对的。给女主播刷2000块钱，她要个理由，错了吗？对呀，你给人过生日，你怎么不给女朋友买个2000块钱礼物啊？当时也是上头了。对，老师你们说的对，以后注意。那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你跟他结婚，你给他多少彩礼啊？他要多少，就不出格就行呗。这格儿有多少呀？这多少是你的格儿啊？看他们那边标准呗。啊，你们那边彩礼多少呀？我们那边一般都是18万吧。要是跟我结婚的话，就行18万，反正都是咱们的。哎，这倒也是。你要跟他结婚，你又没什么要求啊，姑娘。有，关键是就是现在我们俩之间还有好多问题没有解决。还有就是我们俩刚开始好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有房，然后后来我去他们家，我看见他那个离婚协议上面写着，他那个房已经给他前妻了，根本就不是他的，所以说他欺骗了我。我怎么算欺骗呢？那是给我儿子的，不是给我前妻的。那我儿子跟我有什么区别呢？我的就是我儿子的，我儿子也是我的，对吧？不，你儿子怎么是你的呢？那我儿子嘛，那谁儿子？
你写的是儿子的名字还是前妻的名字？儿子的名字，就是儿子呀。不，你就算是儿子的名字，那你也没有房子，那是儿子的房子呀，对吧？对，你就承认吧。那你是不是骗他了吗？你其实名下没房啊。对，女士对这个是一没房有意见，二他骗你也有意见，是吧？他不光骗我这一次，还有一次，上次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不接，他说他店里忙，结果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你去你前妻家里忙了呀？他住他前妻家了，有一次。啊，这个住在前妻家里，你说清楚啊！我前妻她都已经知道，都已经成家了，对吧？我们几乎就没有联系，她也了解我的为人。行，什么？谁成家了？我前妻啊。前妻成家了，那你还去人家里啊？不是，我前妻成家了，我儿子是在跟他姥姥住呢。我前妻不在他们那个家。哦，是这意思。姥姥家，对，姥姥家。你陪孩子在姥姥家过了一天。对，你儿子小。天经地义，这天经没毛病啊。是他跟我说实话的话，如果你跟我说你陪孩子呢，我也能理解，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嘛。但是他欺骗了我呀，他当时没有跟我说呀，因为那个房就是他之前前妻住的，我不知道他当天在没在，我也不知道他住没住。那就是他有这么多问题，你都不满意，是吧？那你还考虑未来有可能嫁给他吗？我现在特别纠结这段感情。首先就是从我儿子来说啊，因为我儿子他从小缺少父爱，我就是在我孩子6个月的时候我就离婚了。然后我这个儿子他没有怎么见过他的父亲，就是我去幼儿园接他的时候，别的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一起来接嘛，然后他就会问我，他说：“妈妈，为啥我没有爸爸呀？”就是每次听到这儿的时候，我都会特别心疼。我也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，因为他始终不知道我想要的是啥，所以说，我觉得我还是考虑一下。所以其实先生，你要娶了她，你是要跟他的儿子一起生活的。我可以接受啊。那你和他的孩子感情培养的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挺好的。孩子还挺喜欢这个叔叔的，还可以，挺喜欢的，也是因为他没有见过他的父亲，在他的眼里，现在他就是他的爸爸，因为他也会叫爸爸，所以孩子是认可他了，孩子是认可，你不太认可，因为我们之间确实有很多的矛盾。但是你带孩子一起，他都忍受不了呀。对。那这段感情你们俩是谁要来我们节目的？是我要来的。你的需求是什么？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，我想让几位老师点评一下。其实我还有一个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呀？就是他每天喝酒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该有的仪式感得有，不要总气。你都那话都横着来，都顶着。他说我想要生日一个像样的礼物，你说10几块钱电棒怎么不好？他就觉得不好呀。你觉得好，他觉得不好；你觉得满意，他觉得不满意。你其实核心是这个问题，你不知道他想要什么。人家刚才说了，是不是？我再多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和女朋友相处这么长时间了，快1年了，你对她有什么不太满意的，或者是觉得不合适的地儿吗？我没有啥，就爱屋及乌吧。你要和我结婚的话，其他都慢慢磨合。那生活方面呢？
生活方面他就有些邋遢。怎么讲？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这人有点洁癖嘛，有点然后强迫症，就是喜欢把这个屋子什么的收拾的特别利索，然后他就随意放随意拿，然后我收拾完他还是那样，跟他说他还不记着，都是你收拾。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现状，就是听起来女生对你不是特别满意，是吧？该怎么办呢？老师，你教教我吧。那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和方法啊。男生能说会道，甚至强词夺理。我听到现在，你对自己的任何的行为都有自己的理由，你是无法迁就他的，而且你处处想的是让他融入你的生活，也听你的话。我虽然不同意有的人说离过婚的人都很现实，离过婚的人都很精明，但至少我们痛过，就明白我为什么痛。女生，如果你们两个人还在恋爱，你把孩子带在身边，他都接受不了。今后这个孩子能够生活在你们的屋檐下吗？你还必须考虑这个问题。我最后一句话，服从自己的内心。你看在眼里的，你感受到的是真实，所以爱情这件事千万不要强迫自己，别人也无法强迫你，你明白的。谢谢。你们俩各自都有各自的算计，因为什么？不是说你们俩是坏人，是每个人都经历过一段感情，且都有一个孩子。那人来的理直气壮，人家给主播刷2000块钱，你就敢要挟他给5万呢？我就觉得这个两个人还在互相算计，还没算计明白的时候，还想再谈往下走，不太现实，慎重结束啊。先生，你满足过他什么需求啊？你的观念没错，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的对待世界的看法。你说我应该省钱啊，我应该不要讲究太多仪式，我们攒下钱来过日子，没毛病。那就不叫爱屋及乌。她一个女生，她就喜欢有点浪漫，有点仪式。你做不到啊，做不到的原因不是你不愿意去做，是因为你没有认真去爱。你记住，这个爱屋及乌是你自己说的，你任何一件爱屋及乌的事儿都没有做。你爱他就应该爱这个孩子呀，你知道他疼儿子，你就应该说，哎，你怎么今天约会没带宝宝呀？带上他咱一起玩啊，这是你爱他。你现在满嘴的埋怨都是说你这约会老是带着孩子，你儿子被打就打了呗，小男孩有啥的？那是妈妈的心头肉，他心疼。就算他的心疼有点过了，你要爱他也应该为他着想，你连句宽慰的话都没有。所以如果不爱，咱就别急吼吼说我要娶，没有因为爱而娶就娶不到，人家图啥嘛，是吧？所以对你的奉劝是，如果真的想成家想结婚，我们先认真去爱，去付出，去爱屋及乌。女生我给你的建议是，既然决定谈恋爱，要敞开心扉，你要相信我看中的人，我真心爱的人，真心爱我的人，也会善待我的儿子。你别总想着我带着儿子找个人嫁了，我儿子会不会受委屈？那你永远找不到合适的。既然决定说我想要成个家，
想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也想去尝试婚姻健康的幸福的这种感受，你就得敞开心扉。你太计较得失，考虑那个风险，你就谈不成恋爱。所以给你的建议是不要拧巴，我希望你放下芥蒂，敞开心怀，遇到一个适合的人，好好相爱，好好珍惜自己的生活。徐女士，你有边界感吗？你在钱上特有边界感。给我5万，给我妹妹，给我18万，咱结婚。结婚之前钱谈得可清楚了，但结婚之前你怎么能让一个6岁的小朋友张嘴叫他爸爸？在你跟他界定法律关系之前，随便一男的相处不错，我能管他叫爹。哎，在这儿你怎么没边界感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得让这声稚嫩的爸爸变成一道具，让他有想象空间，对吧？让他有更大的希望，说跟我在一起，然后跟我真是结了婚的话，我妹妹结婚你掏5万，还没结婚之前你得先给我，然后结不结婚说得很清楚，给18万彩礼我跟你结婚。在结婚之前你是他姐夫，这5万你不掏吗？有边界感吗？所以你在感情上没有边界感，在钱上可真有，没错吧，徐女士？所以其实2位把钱看得都特别重，这是你们2位的共同点。这老袁呢，特别不喜欢那个孩子出现在约会上，我就特别可怜一个6岁的宝宝，我管一个男人叫了爸爸。我叫他的时候，我心里不知道，其实他老烦我了，他恨不得我不在这儿啊。你们俩对得起他吗？合适吗？在孩子叫他爸爸之前是叫他什么的？叔叔。对，叫叔叔。所以你的儿子知道这是叔叔，对不对？他不会因为年纪小而真的误以为这可以是他爹，或这就是他爹。对。当他带着他的儿子和您的儿子一起互动的时候，他有明确，你的儿子有知道那个才是爸爸的儿子吗？他知道。你的儿子是什么感受？没有问过他。在整个的情感关系里头，你做的最错的就是这一步，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你没有分手的原因。所以先生啊，假如不是他的儿子叫了你爸爸，你早就被分手了。也就因为这个就像是已经砍掉的那一块骨头，骨头也断了，肉也断了，还有一丝筋在那里吊着。这一丝筋就是因为我的儿子叫了这个男人爸爸，如果这个男人就此失踪在我的世界里，我担心给孩子造成2次伤害。我该怎么跟他解释？这一任爸爸又不在了，下一次我再带一个叔叔当爸爸。这就是唯一你的女朋友希望还能改造这一段关系，能够把你变成她期待的样子的唯一原因。但是你变不成她的样子，整个事情里头做错的人是他，不是您。是他因为自己做错了这一步骑虎难下，所以在想力求改造你，让你符合他的要求，然后再来爱上你。所以当你一门心思的想娶的时候，他这边很清楚，我不会嫁，因为你各方面条件都不符合。你各方面条件都不符合，但有一些地方我又特别喜欢，比如到了我家能把我家里的脏乱给打扫干净，你能给我儿子陪伴，看着我儿子还喜欢你，只要你的儿子不出现，我就觉得我们一家3口这个幻象使我能够撑住再跟你恋爱多一天。所以想留住这一个女朋友，就只能够接着对她儿子好，接着回到家里头了以后，你抱怨的那些你得接着干，把家打扫干干净净喽，然后多陪着孩子去跑跑步喽，领着小朋友去打打球，做做运动，这一些他会因为这样而留你一天一天多一天。也许有一天终于会嫁了吧，但一定不是现在。你心里其实很清楚我说的是对的。所以假如这一切他还能做到，这个手是可以不分的，还能继续再往前走一走，对吧？对，就看您自己的选择了。我说完了，老师们的建议给到了，怎么做决定是你们的事儿，好吧？那请我们2组嘉宾交换位置，我们来听听这组的故事。来，本期第2位情感嘉宾蒋先生，38岁，来自四川，工人。
朱女士38岁，来自河南，销售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你觉得在婚姻中自己扮演着什么角色？男主外，女主内，我一直挣钱养家，只是他看不到。我觉得我就像个女超人，又要工作，还又要照顾家庭。跟他结婚，你后悔吗？不后悔，但是长期分居我不能够接受。后悔，我觉得我值得更好的。如果回到10年前，你还会要这个孩子吗？这辈子他太受罪了，如果还是这样，我不会的。会，因为我很爱他。一个在四川，一个在河南。对。不在一起生活吗？现在目前是分居两地。多长时间了？这样分居？有5、6年了。那你们俩怎么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呢？其实老师，我们结婚的时候也在一块儿。我来讲一下吧，这次是我想真心的来解决一下我们的问题，来参加这个节目。以前我们是跑销售，然后在河南平顶山认识的，然后认识了有1年到2年的时候，我们就结婚了。生了小孩以后，孩子可能有不到1岁，9个月左右，就发现孩子不太好了。然后我们就在河南省的妇幼保健院治疗的费用啊，一个疗程在2万左右。孩子最后确诊的是什么病啊？肺炎。后边的话就是因为在输液啊干啥，就是病房里人多，来回交叉感染的情况下，他发展严重了，大夫就直接让转到 ICU 里边去了嘛。当时哇，经济压力一下感觉特别大，1个月的好多钱都发出去了，然后加上自己的收入肯定是不够的，然后到处筹钱，然后父母也帮忙，然后当时我也在郑州，我当时也想在郑州嘛陪伴他们，也去做过分拣员，也跑过外卖，但是老是感觉压力大，支出给收入不成正比了。当时刚好嘛，我大姑的儿子就在四川成都那边做工程，我就跟着他去做了。第2年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包工了，然后挣钱就多一点了。我就想着怎么来增加我们这个家庭的收入。他一直在强调他在那边收入高，他也说在河南然后去工作了或者干啥了，人家跑外卖1个月他也有拿1万多的，人家跑外卖早上老早的起来去接订单干啥的，你早上几点出门的嘛？早早的回来那么晚才出去，一下雪了或者天一冷了，那又是不出去了，那他能挣多少钱嘛？那肯定是付出的多，那你肯定挣得多，你跑得少肯定挣得少嘛，是不是？那他去到四川，我觉得他到四川主要就是为了逃避。那赚到钱了吗？没有啊。怎么可能没挣到钱嘛？妻子，他觉得他挣到了，给你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也没见他拿回家多少钱啊。给孩子看病用了吗？也用，但是那么花那么多钱，光他自己的够吗？我也在上班呀，我可不是说在家里边全职带孩子的，我一天在外边给人家上班，然后5个小时，我1个月也能拿7、8千呢。孩子生病住院，说要几万，打了几万，那是给你要了你才给的，你是主动给的吗？然后孩子在医院里的时候，我打电话让你回来，你就说工作忙，然后没有时间。那我想着那孩子生病花钱，那你不回来就不回来了呗，是吧？那你中间好来打个电话问问他，啥时候给他打电话了，然后才回一个，发一条信息就是很久他都不带回的，他有时间吃饭的时候刷个手机刷个视频，他都没时间回信息。哎，他1年回来几次啊？平均在家几天？1年可能中间回个2回、3回，回来也就2、3天。因为这个中间的花销大，不是出去外地时间长了之后，慢慢的也没什么共同话语了嘛。那我也理解他在外边挣钱，那我就想能挣点就挣点吧，我就自己在这边看孩子就看呗。在这中间，大夫说后边就算是恢复过来了，可能后期也需要经常到医院里去做一些治疗呀，或者做一些保养之类的。那然后大夫就说，如果说好了那就好了，如果说不好的话，那可能也就没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大夫下那个病危通知的时候，我肯定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嘛，是不是？我就打电话问他，那他就说，那大夫都这样说了，那我们尽力了，那还能怎么办？但是好嘞，那现在孩子出来了，那平常你说出院了，在家里边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了，陪陪呀。你说头1天来了，家里边累了，你躺床上睡觉，睡个1天，没关系，睡呗，是吧？你坐火车，可能坐飞机，不管怎么来的，你累我理解。但是第2天，我说我们一块去超市买点啥吧，人家躺床上看手机啊，或者我在做饭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说，我说我把孩子放一边，你看着我去做饭干啥的？人家躺那看手机啊，孩子玩自己的，那他就看他的手机啊。就6、7年都是这样的状态。
一直都这样。听明白了，电话打吗？电话打，视频也打。多长时间打一次啊？平均1个月会打几回嘛？几回？妻子说1个月他打几回？1个月如果说我抱怨多了，那他可能打个2回3回，然后1年也就回来不超过10天，差不多。然后呢，基本上不联络。基本上他的方向、他生活这些其实都知道，他每天在做什么。因为我的父母现在也在这儿嘛，和媳妇住在一起。你每个月拿回家多少钱？只是今年没拿多少钱，以前基本上每一年都是在10几万左右，甚至20，有一年拿了20-30万吧。我除了房贷、车贷，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基本开销，基本上钱都拿回家了。他老是觉得他在外边挣钱了，我也没见他往家拿回多少钱，而且我也人家10几20万，这还不够多吗？因为之前孩子生病花钱多呀，那肯定要还账呀。那他也实打实10几20万拿呀。他也给了呀。他拿不是应该的吗？应该拿了就行。那家里欠的账还了吗？还上了吗？没还完呀。现在还没还完。还差多少？还差好几十万呢。那你们没想过说，咱孩子身体也不好，老人也需要在身边，那咱就在同一个城市生活，一起努力不行吗？对呀，我就是这样想的呀。我就想啊，我们一起在成都一起生活，多好的了。这也是个办法。这你老公是跟你提过的是吧？咱们举家都去四川。提过很多回。妻子为什么不同意？我在这边，我的工作，我的人脉，我所有的东西全部在这边。而且我如果说在家里啥也不动的，我不上班的，那我跟着你过去可以。本来就不上班嘛，无所谓。但是我的工作重心我也在我这边，然后孩子也在这边，你父母也在这边。另外一个，我在家里边平常上班的时候，我又照顾家，我还得看孩子，我还得上班，所有的事情全部是我来。你说你挣钱了，关键你拿回家多少钱？去年都说结账了，你说给工人发工资没了，那他没了，那不等于到我手里没有吗？去年没给家里钱啊？没有啊。那没有，怎么可能？那可能有个几万块钱，10万都不到。我有一个问题啊，如果现在不在这个成都工作，如果听媳妇儿的，现在回河南的话，能保证收入吗？就是不能保证嘛，每一个月的这么大的开销怎么来？不可能再找父母要吧？所以你们这就矛盾就卡在这儿了。女方不愿意去，男方是回不来。还有一个，我认为成都那边包括一些人脉啊，这些全部放弃的话，我感觉他的代价不如你来成都。稍等，这个女方现在的人脉啊、资源、工作全都在郑州，是吧？您能方便说吗？现在基本上1个月收入？我是在做带货主播，一般的就上班5个小时嘛，直播5个小时，1个月能有7、8千块钱，稳定7、8千。对，然后如果说下午再去兼职的话，那1个小时有70块钱，然后就是一般的兼职，就是想接就接，不想接就不接。但是我还想着又工作，我还想在中间有时间的话带孩子嘛，所以我就没有全但这里一个问题是，你当主播的在郑州也是播，在成都也是播呀。但是我在那里我不认识人呐，我到哪里去播呀？不是在家播，是有工作室之类的地方啊，对对，去人家公司里边。就是你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职场。他总认为说，我这边工资少，我就应该放弃我自己，然后去他那里干啥干啥。然后我中间也很多次说过，我说我们可以在河南这边，哪怕做个小生意，哪怕摆个地摊，只要夫妻2个同心，你只要勤快，他就不可能说能让就是富不起来或者怎么样，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嘛。孩子、老婆、父母都在这边，那我觉得他应该把工作重心往这边慢慢的去转移。中间的话，孩子不是出院之后嘛。他在家里恢复的时候，想让我们再去给他要个弟弟妹妹，一是可以和他有个伴儿，另外一个的话，就以后年龄大了也可以照顾我们。对，这个上面有什么冲突吗？我当时我就想着，那要就要呗，然后我就暂时辞职，因为第一个孩子不是身体抵抗力差嘛，本身再加上我们都属于是高龄了，然后就想着再要的话，肯定想要一个健康一点的孩子嘛，那我们就去省妇幼去做了这个，选择了3代试管。本身男的他做试管就不需要他去做啥，可能就只需要检查的时候，基本的化验他就可以了。但是吃药啊、打针啊，全是我这边的。那平常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啊去问问我就是怎么样啊，身体行不行呀？他也不去管，也不去问。然后什么时候需要他来了，打个电话好，他从成都过来，大夫人家清楚的交代要戒烟、限酒，尽量的不要熬夜。他呢，就因为他不戒烟，
然后平常的话，饮食生活习惯他又不注意，然后第1次不成，第2次不成，第3次不成，钱也花了，我罪也受了，连着3次，我的身体也受不了呀，每次都是全麻，挺受罪的。那你想，我不能到时候我身体垮了，就他这样不负责任的，那我到时候谁管我呀？孩子谁管呀？他要么就回来，他不回来的话，你这日子准备怎么过？如果说他不回来的话，他也不同意在郑州买房子的话，那我觉得这就要考虑了。所以你的诉求是就希望他回来，就这一个诉求，回来咱们培养感情，或者是共同关照这个家。对，你可以回来，然后慢慢把工作重心往外转移。我并不是要求他立马回来，我也不需要他24小时陪着我。过年的时候不是也讨论到这个问题了？我就是因为这个，既然说想要2胎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说那你到这边来工作，你知道他说啥？他说你给我找个7、8千的工作吧，8、9千的工作，让我给他开8、9千的工作。哎，那你能如果去成都，你给你太太找一个7、8千的工作吗？这个他可以不工作，我都养得起啊。你不工作养得起，那喝稀饭跟吃面包，那你平常在家里，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我也不可能坐在家里天天刷个视频。现在2个人因为孩子之间看病是有债务的，对吧？对。您不能保证每个月都往家里交钱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不能保证。之前这几年往家交的钱，除了还账以外，有积蓄吗？基本上没有。你每年挣回来的你所谓的一大笔钱，确实是大头，你收入高，但这些钱都是用来还账的。你告诉我，他们来了，你们还账的速度不就变慢了吗？而且我是觉得，你爱人刚才说的是没要求你现在就转移工作重心，你们还账还得还一阵呢，对吧？你这段时间开始为未来规划，这有什么可冲突的呢？我想知道，就是现在这个债务是没有再往上加了，对吗？也就是说，孩子治疗所花费的那一部分已经花完了，他那个治疗的费他也还的快差不多了。那孩子的身体现在还好吗？现在还好，就是也在恢复嘛。但是大夫意思就是说，要时刻注意，就是不能受凉受寒，就是特别就是比较要小心翼翼一点了。我老觉着哈，你俩就只是在说事儿，但你俩原不只是事儿的事儿，是你们俩的夫妻关系，你们的感情出了极大的裂痕。对。所以谁也不愿意往一起使劲儿，都是各使各劲儿。你俩都很各自努力，你努力赚钱，他也努力赚钱。没有爱了，只是责任，只是责任。责任我们听出来了，你们挺难的，也挺不容易的。整场你们都在聊责任、聊钱，现在聊聊情感。蒋先生，你对妻子还有爱吗？我认为我们的感情基础还是在的，也吵过闹过嘛。吵啥闹啥呀？就是因为留河南来四川的问题。因为我不想到我们这么多年走到离婚的地步，要不你到我们四川来生活一段时间试一下。他有去成都去看过您吗？没有。他就在工地上，他去了也没地方住呀。那你还爱他吗？我觉得有也不多了吧。对。这个回答很这是核心嘛，所以就是你们都在为各自的生活在使劲儿，在努力，但不愿意为了对方而去奔赴，而去努力。所以蒋先生，你妻子不愿意去四川找你，不仅仅是他会舍弃他的工作，是因为他感受不到这种爱。即便我们在一起，你也不搭理我，你也冷言冷语。我去了四川又能如何？其实这日子过得离心离德的哈，那该何去何从呢？那听听老师们的建议。夫妻之间分居两地不可持续，否则就会导致婚姻不可持续。你们2个人都在逃避，他在逃避面对已经破裂的婚姻，是不是义无反顾的结束这段婚姻，他犹豫。作为丈夫，如果你能够相信自己的能力，因为现在的问题是2个人必须有一个人做出妥协，否则这段婚姻你们强撑不了多久，一定破裂。我们作为男人，当然我们选择妥协。你现在是赚钱多一点，但你的钱也是不稳定的呀，工程也有大年小年的呀，何况有些工程款还收不回来呀。如果在这方面你有经验，成都是省会城市，郑州同样是省会城市呀，男人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。所以我是强烈建议丈夫做出妥协，做出让步。虽然我们的收入会减少，但我们会其乐融融。如果你还想要这一段婚姻，还想要这一个家，就做出妥协。谢谢。我再确认一次啊，2个人都没有要分开的意思吧？
我就是想着让孩子有自己的亲爹，然后有一个原生家庭，不管是对孩子来说，可能我觉得会好一些。这个理由很充分。您呢？想分开吗？没有，都没有是吧？但是我从2位身上真的没有看到你们为了这个家庭做出的努力。我不否认啊，都在为家服务，把家里这窟窿赶紧填。填完之后，情感上的裂痕是恢复不了的。2个人如果真想要这个家，是不是得开始规划了？兜里是不是得攒点钱了？最后在哪儿生活，做什么？不干你的本行，不干你的直播，2个人就像你刚才说，也可以干个小买卖吧？怎么就不能做到？为什么现在就这么决绝的说，我就不能离开四川，我就不能离开河南？你们俩非常狠心，过日子。2个人组建不得是共同想主意吗？谁都不想付出，在这2个人还非常坚持说，反正我想要这个家，反正我是没想过离。但你俩可什么行动都没有付出啊！别的咱不提，情感这个裂痕啊，慢慢弥补吧啊！我说完了。我觉得在我看来，不比冷漠，所以今天孩子他的这一段治疗告一段落，我特别支持他以后为自己活。咱不仅仅是那个孩子的妈妈，是吧？咱也是父母的女儿，咱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格。你坚决不妥协，什么去成都，坚决不去。所以先生，你爱回来不回来？我告诉你，孩子跨过了那一步，他重生了，他可以有自己的事业，他甚至可以有自己爱的人。你不爱他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他能够做到说重新回到你身边，给你爱，给你关怀，让你被人疼，被人尊重，被人捧在手心，你就跟他过。不能，不过了。我说明白了吗，先生？你要觉得自己特别理直气壮，我赚钱了，我们家大头是我赚的，您继续赚，啊，你们离了婚你也得赚钱给他娘俩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当然了，个中的难处我相信都有，先生也不容易，是吧？但是谁都难，情感上你们得互相支持。好，谢谢。2位共患难过呀，但是共患难不代表你必须就应该爱我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可敬的人不一定可爱。这个妻子是个可敬的妻子，但是您是不是这脸上消极情绪有点多？在平时，因为我就像刚才老师说的，我把爱可能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放在孩子身上了。我知道，您不用解释，我理解哈，是这样啊。咱们能不能先从多回家开始？老蒋行吗？行。1年回12次，1个月1次，先从多回家开始。然后妻子，咱们先从不生气开始。1年12个月12回，回来的时候咱家高兴一点，行吗？可以。共患过难的夫妻呀，我相信挺得下去。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活里头的大事件，有人经历完大事件了以后，选择告别伤心地。我得离开这个地方，我才能爬得起来，否则我睹物思情，睹物思人，否则我可能会因为想到过去经历过的那一些事情，自己觉得情绪受到干扰，快乐不起来。一部分人是这样的，比如你先生。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是我在原地跌倒了，我能爬得起来，我留在原地，我守望，
我把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些患难烙进我的生命里，我带着这一些回忆一起往前走。我相信我们能够在过去的废墟上重建家园。就像您和他的父母，就是您的公婆，不同的人在面对一些生活的大事的时候，会选择做出不同的反应。有人应战了，有人撤退了，但是大家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依然撑着这个家的时候，谁都不能说是逃兵。也许他表现得不够好，你可以生他的气，但是就像你依然要给他机会一样，想在废墟上重建房子，你就必须得跟这个人把根基打好。你们的根基不是说再去靠试管婴儿多一个健康的孩子能打好的，而是你们得意识到彼此都很可贵。妻子的可贵我们都知道，你这么多年无论是对小的对老的和后来承载的这一切我们都知道，但是你也没有告诉过丈夫，我也知道你扛着很多。你的丈夫因为一直也会觉得我不被理解，甚至他自己会觉得我也是人，我也有情绪，但我无法说。这一些都会使你们夫妻之间没有办法无话不谈，信任的基石就会被破坏了。今天来到爱宝一定不是为了离婚，也不是为了说我们两个人要去思考怎么样去分，对吧？既然是要一起往下走的，我觉得人生路特别长，只要你们带着说我们先沟通，我们彼此对于家庭的付出不是指责你没做什么，而是双方认可你做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以及再理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。今天你的妻子站在这儿，无论前几位老师怎么说，她都说了不会离婚，因为孩子需要原生家庭，这是她说的。这一句话我知道背后有多苍凉，不是孩子需要原生家庭，是你的父母、你的妻子，包括你，都需要你们依然能够在经历一切之后，像一股麻绳紧紧地拧在一起。谁都需要你，先生。什么时候能够有勇气重新回家，咱就回来。我指的是长期的回来哈，这个家无论是在郑州还是在哪里，有老婆的地方就是家。至于说探视这件事情，每次探视一定要记得，你不是回家休假的，你是回家贡献的。带着这个情绪回去，你就知道回家要做什么了。眼睛要雪亮的，手脚要勤快的，嘴皮子要甜的，见到老婆要抱的，然后让你的妻子能够慢慢的卸下哀伤。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老师们的建议你们都听到了啊，我们请两组嘉宾回到门后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节目。欢迎登录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。登录微信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视频号，添加关注。每晚的8点到10点呢，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，为您的情感困惑来答疑解惑，同时还有机会连麦互动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组嘉宾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？请开门。这个不会出来了吧？不应该出来了。真的不一定嘛，很明白了呀，很清晰了呀。因为我看这个男方还是很有这个要娶她的心。男方有，他没有啊。啊，对，那主要是女生没有，所以你看他们有情感出来也走不下去。对啊。所以啊，如果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也有像他们一样的情感困惑啊，想要和我们来报名的话啊，我们有这样的方式可以报名。那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的公众号、视频号，也可以搜索呢在抖音上的“爱情保卫战”我们的官方账号。那记住啊，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组这个夫妻他们的选择了啊，这应该出来。我认为今天对她丈夫是有触动的。对妻子应该也有很大触动，她会做出选择的。好，来，请开门。情感问题无人倾诉，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，即刻打开微信，扫描屏幕2维码，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。每天晚8点，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，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。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。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，请开门。
啊？不会吧？没有啊。我相信今天我们专家的话和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倾诉，一定在他们内心有很大的震动。我认为，其实今天这位丈夫如果做出妥协，是对妻子情感的一种弥补啊。也许是丈夫愿意妥协了，但是妻子一股气憋在心里，暂时没有回场，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总之，希望他们经过今天的录制，多少能有一些内心的触动，有一些对未来相对美好生活的行为发生。希望他们都好吧。情感问题无人倾诉，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，即刻打开微信，扫描屏幕2维码，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。每天晚8点，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，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。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。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。感谢老师们的分享，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